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都说善良的人一般运气都不会太差，一个天生善良的人容易在各种场景里面生存下来，从而获得自己想要的目标和资源。大家也许会发现，世界上的亿万富翁都很热衷于做慈善公益活动，一来可以彰显自己的爱心，二来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，获取更多的回报。当然了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很普通的人，做着普普通通的工作，拿着一份还算过得去的收入。想要像那些超级大富豪一样用金钱去献爱心、做善事，是不大可能的事情。但是普通人也可以很善良，用自己的爱心去温暖身边的人，让那些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感受到人世间的一点点温暖。但是也有很多人利用我们的善良和爱心去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时，如果我们太善良的话，那么反而会助纣为虐，带来不良的后果。因此，当我们遇到下面这两种情况时，就不要再发善心了，不然得不到好结果，还会连累自己的福报慢慢溜走。第一种情况，不渡无缘之人。所谓的无缘之人，就是那些跟自己三观不相符合的人。跟这种人交往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特别是那些三观不正的人，往往身上都带有很多的负面能量，你靠近他就会被他深深的影响到，让自己在无形中受到许多的干扰。三观不一致的人本身就很难走到一起，如果你还大发善心，对其报以同情之心的话，那么就很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，甚至是开门即到，引狼入室，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自己。小时候我们都听过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，东郭先生为了救狼一命，对赵简子撒了谎，等到赵简子离开之后，狼就露出了自己的本性，想要吃掉他。如果不是路过的老人帮助他脱困的话，恐怕东郭先生就要死于狼口了。类似的故事还有农夫与蛇，这个记载于《伊索寓言》。故事这样描写道，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，赶完集回家的农夫在路边发现了一条冻僵了的蛇，他十分的可怜这条蛇，就将它放在自己的怀里。当他身上的温度把蛇温暖以后，蛇很快苏醒了，露出了自己残忍的本性，咬了农夫一口。农夫在临死之前说，我竟然救了一条可怜的毒蛇，就应该受到这种报应啊。不管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，对于这种三观不合、狼子野心、毒蛇心肠的人，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，不落井下石就是最大的仁慈了。如果你还想要去帮助他的话，无异于自掘坟墓了。第二种情况，不住无恩之心。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是不配拥有别人的善良的，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根本就不会记着别人的好，把别人对他的好给予他的善良当做了理所当然。这样的人，你对他越好，他就越心安理得，反而助长了他的负面情绪，让其得不到真正的成长。这种人即使不会作恶，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，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会伤害到你的心灵，会让你的善良变得一文不值。面对这样的人，就尽量远离他吧。我们常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在韩信落魄的时候，老奶奶的一碗饭救了他一命，在发达之后，韩信赠以千金，不仅给自己留下了好名声，还让善良的人得到了真正的回报，人性的光辉就此得到了延续。在《诗经》中也有这样的句子，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，比铜而角，食哄小子。这就是投桃报李的出处，也在教导着我们在面对别人带来的快乐时，要给予同样的回应，这样才是有着感恩的心，是一个感恩的人，这样的世界才会更加的美丽与和谐。当我们遇到无缘之人以及无感恩之心的人时，就保持一定的距离吧，不要将自己的善良和爱心随随便便给予他们，就是最大的善良了。大家说呢？佛家说万法唯心造，人们对于外界环境的感知其实都是自己的心念所感召。心有一切有，心空一切空，心乱一切乱，心安一切安。人生的很多烦恼都是源自我们的心中执念，执念什么，必然受困什么。金刚经里就有这样3句话，如果你想你的生活有所改变，不如从现在开始每天默念几遍吧。1. 我是一切的根源。古人云，风月无筋骨，情怀各相异。
古今风月都一样，只是看的人心境不同，所以产生了别样的感觉。就像我们常说的，心中有佛，则所见皆是佛。内心若是安定自在，则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，都能够悠闲自得。内心若是烦恼不堪，就算待在风水宝地，都觉得痛苦煎熬。我才是一切的根源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你的生活全是由自己创造。菜根谭中有这样一则故事，姜子牙和申公豹一起在昆仑山学艺，下山之前，师傅给了他们一人一本奇书。姜子牙在书中看到了美丽的山川景色，祥和秀美，而申公豹在书中看到了烧杀抢掠，血流成河。师傅于是感叹，心善之人看什么都觉得是美好，凶险狡诈之人看什么都是黑暗。心邪一切邪，心正一切正，一切为心造，无心自解脱。金刚经中有一句话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人的喜怒哀乐皆由自己的心决定，心是一切的根源，是烦恼的根源，也是快乐的根源。若是不想受到无常的困扰，就要历练自己的心境。遇到事情不要一味向外求，试着向内找找原因。总是换工作，是因为每个工作都很差呢，还是因为自己带着怨恨工作？总是失恋，是因为遇到的人都不好呢，还是因为自己内心少点宽容和理解？很多时候，问题的根源是在自己的内心。让你烦恼的人可能是来帮你的，让你痛苦的人可能是来度你的。2. 你变了，一切就变了。佛语有云，境随心转则悦，心随境转则烦。一个人的境况会随着自己内心改变，周身的环境只不过是内心的反应。要想人生顺遂，就要学会反观内心。心随境转，苦不堪言，境随心转，才得自在。著名哲学家周国平讲过这样一个寓言：从前有一个妇女投河自尽，被正在河中划船的船夫救上船。船夫问：你年纪轻轻，有什么想不开的呢？妇女哭诉道：我结婚2年，丈夫就抛弃了我，孩子又不幸病死了，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？船夫又问：2年前你也没有丈夫和孩子，过得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，你只不过是被命运之船送回了2年前，现在你又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了。夫人听了这话，心里顿时敞亮了，高高兴兴上了岸。人生的苦乐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心态造成的。一个人总是想快乐的事情，就会变得快乐；总是想着悲伤难过的事情，就会变得忧郁。心中无尘心自安，烦恼由心而生，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一切。曾经有一个人很喜欢蝴蝶，他买来网子和运动鞋追逐蝴蝶，终于气喘吁吁抓到几只，但是蝴蝶困在网里挣扎，丝毫没有美丽可言。那个人也很失望。另一个人也很喜欢蝴蝶，他于是在窗口种植了漂亮的盆栽，静静坐在茶边品茶，看着蝴蝶翩翩而来，心情很是愉悦。一切向内求，你变了，一切就变了。只要做好自己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3. 心宽则人安，心大则福大。古语有云，身安不如心安，屋宽不如心宽。物质的富有不是真正的富有，内心的丰盈才最珍贵。人生苦短，很多事情没必要太过计较。心宽一寸，路宽一寸。心宽了，烦恼自然就少了，日子自然就顺了，人生也会圆融自在了。清代有2位杰出的画家，一个是金东新，另一个是王征。金东新的画画技艺高超，待人谦和宽容，所以人们都十分敬佩他。而王征就很见不得金东新，只要见到金东新的画作，总要出言诋毁一番。有时候甚至在人多的集市，王征都要对金东新的画作指指点点。金东新却不以为然，也不恼怒，只是默默收起画作，转身回家。有一次，众人被一位朋友请去家中赴宴，金王也在其中。酒过3巡，有人提议以柳絮为题作诗，王征想要争先，就脱口而出：飞来柳絮片片红。众人听了愕然相顾，柳絮是白色，本是常识，王征却说出这么没有常识的句子。话说出口，王征顿时酒醒，羞愧不已。这时金东新又对一句：夕阳返照桃花渡，3月桃花渡，
在夕阳的映照之下，自然变成红色。这句巧妙地呼应了王征那句诗的意境，更加化解了王征的尴尬。众人纷纷称赞王征羞愧难当，从此不再诋毁金东新。做人心量越大，成就也会越大。心底无私天地宽，心有海量万事容。大照法师曾说，无忧即是福，心宽则无忧，故心宽是福。心宽如海，百福尽来。凡事放宽心，人生才会活得自在；凡事放宽心，人生才会海阔天空。愿你心宽似海，放得下过往，也装得了未来。不乱于心，不困于情，不畏将来，不念过往，如此最好。共勉。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